因为韩国就是有一个岛叫如意岛，嘿，对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最近韩国也很流行台湾的夜市，就是韩国的夜市学台湾的夜市嘛，每个礼拜五有一个礼拜六的6点到11点，都在这里，全部都是看车，但是我们的车不是那种看车，不是那种不是摊车。他那个车真的是开车的，然后在车上卖的那种餐车餐车对餐车啊，对在餐车卖的，然后各式各样的食物都有卖，是，而且在那边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岛嘛，所以是旁边有汉江，然后就是夜景超美的，然后可以一边走就是一边吃，就这样散步，然后这个还没结束哦，那旁边就有一个游览船，搭晚上的游览船，每个礼拜六的7点半就有一个烟火游览船。每一天都有烟火，没有，每个礼拜六的7点半，对。然后那个烟火游览车是超棒的，然后就是类似这样，在船上可以看到这种烟火。哦，但是不美哦，每天都有烟火吗？不是，每个礼拜六的7点半。我刚问了，你没在听哦，你没在听哦，我刚问过了。他想再问一次，不行吗？因为我刚开始沉醉在梦多一直在看手机，然后一直这样点头。那请问你查到了什么？你查到了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厉害喽！怎样？我找到那个这个叫做好多巴士嘛，我刚刚讲的巴士。哎，英文、中文、韩文、法文、泰文、印尼文、西班牙文，怕了吧？可是其他国家也是差不多的呀。你刚讲了，但是如果你带一个老台湾人，他就是然后价钱嘿怎么样？应该好贵啊。 2900，怕了吧？真的怕了，好贵，因为很多其他就不是香港100块就可以上去了。我觉得真的台湾公关局做得很好。其实温哥华他们也有一个夜市，很台式的夜市，每天都开，很大很干净，很多东西，而且。 说到烟火哦，我们就每年会有一个国际烟火比赛，烟火节就是会有很多国家先比赛，然后6个最厉害的都来到加拿大，在温哥华的那个港口，然后放的秀有大概20分钟，但这不是每天都有的。 啊，无聊，那个短短的而已呀。这是一个，这是国际性最厉害的，你都不会看过这么厉害。一年也只有那么一次啦，但是是连续1个礼拜。什么时候？8月8月的时候，对，好漂亮哦，真的很。不用花任何钱都可以去看吗？不用花钱的，而且，比方说你去啊，就是对面有很多看夜景的地方，我要推荐的就是我们国家公园，叫做 Stanley Park。那你去这个地方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走进去就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公园，里面也有很多原住民刻的一些那些雕刻的他们的传统作品，好漂亮，很厉害，一棵树。 整个刻成一个作品啊，漂亮，走走看。然后你看这些烟火，一条河，然后那些烟火就爆炸起来，都反映在那个水上，超级美。大概一个20分钟的表演哦。哇！然后如果还觉得无聊的话，就买机票去蒙特罗住4层楼的脱衣酒吧。又去脱衣酒吧？对。OK， 你为什么每个行程的 ending 都是这一家酒吧呢？因为我知道小珍姐在等这些。脱衣酒吧应该是她在等吧？ 4层楼哦，这么大。对，那个蒙特罗是因为我刚刚没有说好，其实如果真的要夜生活，就是要去魁北克，他们比较厉害，他们都玩到3、4点，然后真的4层楼全部都在脱衣。在韩国的话，我先说，晚上如果要去巷子，就是那种巷子，巷子一定要小心，因为韩国屁孩最多的地方就是巷子，因为很多屁孩在巷子做坏事。那时候就是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来韩国找我玩，然后他住在宏大，然后宏大那里很多巷子，比如说喷漆物啊，那宏大就是比较有艺术感的嘛。但是里面真的有很多屁孩在用韩文讲话，他们自己讲，哎，好像那个外国人好像很好欺负，要不要去捉弄他们什么之类那种韩文的那个就是方式，他们自己讲，但是我听得懂啊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样不行，要不然我就回不去台湾了，那我要赶快离开。 所以我觉得去韩国的朋友就绝对不要去那种巷子的地方，不管是白天晚上都不要去。应该你去任何国家晚上都不要去巷子吧？没有，台湾的巷子非常的安全，真的。台湾巷子完全没有这种。所以你都晚上待在巷子里面？对，我就住在巷子那一个。对。意大利哦，如果你去罗马、米兰、威尼斯，观光客的那个
最多观光客的那个地方有警察，所以那里是很安全的。但是很多人他们为了省那个饭店的钱，通常是会去住大概离那个观光的景点大概走路30分钟左右的那个饭店，在那里是最危险的地方。我已经很多台湾有一些粉丝跟我反映说，哎，我去意大利有被偷钱啊，我被偷这个被偷那个，有些还被抢东西。那我在想，对啊，就是真的要小心。就是他们住的那个地方，可能一个晚上，因为它比较远，你可以省容易一天晚上你可以省1000块台币。可是呢，那里有非常多的坏人，因为知道观光客都住那里，所以他那里没有警察，然后他就等你。然后有些就是直接拿刀，然后就什么都给我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被抢6000块台币，然后还好没有拿证件，因为他们有时候证件也拿。哦，我建议你就多付一点点钱，你住观光景点那里非常安全，又可以看到那些观光景点的夜景，住市中心一点。OK。对，在莫斯科也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喝多了之后，他们就是男生，他们喝多了之后他们会就是打架，最好不要加入就是他们的打架。我有一次我也是跟我朋友去，就是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有去就是那条街我去酒吧，然后因为就是他就是有被问，那个人就是有问他就是可不可以接他的手机打电话，然后我朋友很傻，他就说啊可以啊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这个人说他不还。然后他就是对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吵架，然后结果我们不是回家，我们是送我们的朋友去看医生，送到医院。对啊，因为他喝多了，他就完全不管，他就打他，就这样。好惨哦。对啊，所以最好不要跟他们加入这个对话。俄罗斯战斗民族，他们很能打，对，又高啊，高头大嘛。对，加拿大是个很安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你在那边应该没有人找你麻烦。没有，除了阿龙。除了阿龙以外，因为你活该。什么我活该？开玩笑，我又没有在温哥华长大，好不好？对，那你要介绍的是加拿大是很安全，所以很多地方还是不会有摄影机。可能在公园，其实比较坏人躲起来的地方是在公园的。所以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Stanley Park， 在温哥华，特别发生了一些杀人犯。2017年的时候发生2个人被杀了。天哪！哦呦，这个蛮有。你们又介绍我们一些有杀人犯的发现，就还是要跟你讲啊，有这件事情。然后其实以后发生了，就警察的那些人数有增加了，然后就还是没有发生很多。但是因为公园已经说了没有摄影机，所以可能会发生一些抢劫，或是有人在那边贩毒啊，可能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弃尸啊。所以可能在公园你去的话，比方说你要去那边看那个烟火，可能最好就是你跟朋友一起去，不要一个人去。然后可能就是最晚10点，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还是到大概晚上10点还是天亮了。然后只是晚上的时候，你还是就乖乖的离开，不要逗留啊。不过我觉得在日本呢，要小心的就是那些醉汉，因为日本人喝醉，因为他们的那个坐计程车很贵嘛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呢喝都要等那个电车最早的电车回去。可是你知道那个中间呢，他们就会以为他们到家了。我之前就在那个电车上有遇过，就是他以为他到家要上厕所，然后他一开门，然后就上厕所。哎呦，而且电车门一开吗？对，他以为他进到厕所，而且很多。然后我还看过他在那个，因为日本很多自动贩卖机有没有？他就把那个自动贩卖机的那个盖子打开，他以为是他的小便斗。天哪，超级多。还有呢，观光客去的话呢，就是像在新宿街头也很多，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居酒屋跟卡拉 OK 的人会出来招揽客人，然后会出来问你，然后其实你知道那些店是可以讲价钱的，就是你可以告诉他们说你要多少钱才上去，然后他们是可以就是讲的。像之前他们看我们观光客嘛，他都会跟我们说可能就是不会讲日文，他们就会讲一个很高的价钱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我们就听到旁边的日本人在讲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日文还没那么好，但是我们疑似就听到说，他们好像是在讲说在杀价，结果我们就一起进去了，喝一样的酒，一起喝到饱，结果我们就是用很高的价钱，然后他们就是半价。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 KTV， 我就带了一群朋友去，我们就去跟他讲价钱，直接半价上去。就是还有夜店也是，我们去夜店的时候，一开始进去他说一个包厢30万日币，然后呢，太贵了，
们讲英文啊，他就说30万日币这样，我们怎么可能拿？肥羊。对，然后就过了一下之后呢，过了一下子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包厢反正也没人拿，我给你开2支香槟，你给我们，他还是给我们了，所以其实根本就不用这么贵。哦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订阅我们的 YouTube 了吗？想要看我们幽默帅气的模样，就赶快按下订阅键吧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哦。